陆石出轨秘书后，我搬进了他们隔壁。透过墙眼，前夫脱下西装，捡起落在一旁的麻绳，把自己绑在凳子上。等他蒙住双眼，我才推门走近。当他颤抖着求我用鞭子时，门锁传来响动。秘书回来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手拿鞭子正抽得起劲，门外突然来了人，我手都僵了，随意扔了鞭子。陆石不满地直哼哼，我狠狠地踩住他撵了几圈，直到他痛哭出声，我才从阳台翻回我家。这还得亏小区房价没那么贵，潦草的装修正好方便了我。我熟练撑在墙边上看，墙眼里面的何宇抢笑着拾起鞭子。我知道他撑不了多久了，这种变态搁谁身上谁不恶心呢？我第一次进陆石家时，陆石也是这样一副被禁锢的模样。我假装成他的秘书，拿起散落在地的工具，一下一下，就像当初他家暴我时一样。但不同的是，这种特殊材质的留不下丝毫印记，而我后脑勺的一处头皮被他用酒瓶砸过后，再也长不出一根头发。起初他还很兴奋，到现在却只轻轻地吸着气，奄奄一息。我还没来得及欣赏我的杰作，就听到钥匙插入门锁转动的声音。我忙闪身躲在窗帘后，瞄着恢复力惊人的陆石又跃跃欲试的求虐待。何宇则一脸吃屎的表情，被陆石烦极了才打一下。我强忍着笑，何宇强忍着反胃，陆石强忍着暴走，三个人都不太好受。等一切都结束后，何宇已然脱力，而陆石还呆坐在凳子上愣神。我踮起脚走过去，为了不让他认出我捂住他的耳朵，用气音说：“下次再见。”后来我发现，每次何宇不在家的时候，门上都会插着一把钥匙。我当然欣然接受他的邀请。陆石从没想摘下眼罩看看我到底是谁，陌生人反倒更能令他爽。我反而好奇，如果陆石知道是我，会不会哭着求我复婚？趁伤痕还没完全消失，我拍下许多照片和视频，真期待何宇见到这些东西的表情。我和陆石结婚5年，他一直对我不起兴趣。我和他一天中最多的交集就是夜晚，早上醒来后他上班，我待在家，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所以他出轨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但这不代表我不伤心。这段婚姻是我爸求来的。我家因为拆迁有了几个钱，我爸脑子活，投资房地产，还学人家上层搞联姻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自从有了我弟，结婚就是我对这个家最大的价值。可人家凭什么看上你这个暴发户，随便塞一个私生子就合作愉快了？这个私生子就是陆石，我们从小就是同学。我亲眼看着他从烂补丁到高定西装，不得不说还真有几分手段。可一滩烂泥从骨子里就是烂的，就算装扮的人模狗样也遮不住恶臭味。我记得他无数次被人堵在仓库欺负时，我还救过他。那时我们还很相似，都是可怜虫。可能他的变态就是那个时期形成的。为了不伤他自尊心，我从未提起过过往。饶是如此，他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充斥着怀疑。有时应酬之后，我端给他一碗醒酒汤，他却把我一把灌在冰凉的地板上，揪起头发狠扇我的脸，质问我：“你那是什么眼神？连你也看不起老子是吧？”我无视掉已然深深扎进手掌的瓷碗碎片，为了尽快平复他脆弱的心，小声地回答：“不是的，我担心你的身体。”甚至当时我还怀着孕，每陆石对我拳脚相向之后，
我都会带着一身伤，蜷缩在床上角落，轻轻抚摸着肚子，安抚里面的那个小生命，仿佛这样能将陆石所做的一切罪恶全部免除。我怎么就那么蠢，坚信着陆石会变好？我在沙发上自己排练了一遍又一遍，幻想着陆石知道我怀孕了这个好消息时能露出多么开心幸福的表情。可是迎接我的却是他又一次的喝醉，又一次的毒打，连我颤抖着递向他的孕检报告都被撕得粉碎。腹部被猛击，密密麻麻的阵痛瞬间将我吞噬殆尽。我看到尚有温度的血水流出，激起发丝中的冷汗，心脏剧烈跳动，伴随着无尽的痛苦绝望。流产后，陆石从没来医院看过我，他用冷冷的漠视向我表达他对我的不满，怪我怎么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我疯了一样想证明自己，可回应我的只有在我面前重重关上的门。门内是他隐隐约约的声音：“你还没恢复好，我们还是分房睡吧。”后来我恢复好了身体，陆石又为我整理好了床铺，笑吟吟让我回去睡，但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心不在焉。我告诉自己，他是因为孩子没了太伤心了，再怀就是了。可我再也没怀上。我想起当时医生说我的体质本就不易怀孕，流产后更是对身体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伤害，以后怕是很难再怀上。我记不起当时是什么感受，只能回忆起那位眉眼慈祥的医生轻轻擦去了我断了线的眼泪。终于，我长久平坦的肚子和我家日渐式微的公司，给了他出轨的理由。离婚后，我爸只是冷漠地让我从哪来回哪去，看向我的眼神比看抢他生意的人还要无情。我妈起初还打我几巴掌，扯着我骂我不争气，直到弟弟又哭得惊天动地，她才忙着把我弟不吃的饭倒进垃圾桶，局促地告诉我：“望星啊，咱家的情况不像以前，多一个人怕是饭都不够吃。”我没管他的絮絮叨叨和明里暗里嘲讽我离婚的话语，转身就走，再没回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要是再看不清的话，就别活了。我一直以来打在他们卡上的钱，就算是公司真的破产了，也够他们宽裕地过好下半辈子，就当我报答他们生我养我的恩情。和陆石夫妻这几年，我没上过班，但问他要的零花钱，我是照收不误。单和普通人相比，我还算是个小富婆。我长期租下陆石和他秘书隔壁的房子，伺机报复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透过他们半开的大门，看到了被禁锢住的陆石。我故意一段时间没去找陆石，看他为了等我出现连公司都不去，我就异常愉悦。我雇人把照片视频发给何宇，不出意料，他果然怒不可遏。他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入，指着陆石破口大骂：“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是什么？你背着我跟谁瞎搞了？你是个变态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还这样对我，你要不要脸啊你？”说着把一摞照片摔在他身上，好似他是个捉奸老公在床的无辜妻子。我求着你看得起我了吗？别忘了你花的钱都是我这个变态给的，受不了你就滚。陆石没事人一样穿戴整齐，一点眼神都没施舍给何宇就出门了，独留何宇失神跪坐在地上，哭了很久。何宇是陆石的秘书，在我和他结婚后的第3年出现。他俨然是个职场老手，一出场就惊艳众人。陆石成天在家面对着不化妆不打扮的我，当然最容易被他撩。他也有私心，他要找个低他一等的人，逼着对方接受他的特殊癖好。何宇只是个想钓到金龟婿的普通女孩，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？但好歹陆石给的钱够多，足以让他自欺欺人一段时间。我跟着失魂落魄的何宇来到酒吧，
好姐妹，我老公就是个变态，他一天不被虐待就难受。他居然出轨，说着就把那些照片颤抖着递给我，泪眼婆娑。我看都没看，就把照片还给他，假作一个暖心的陌生人，抚着他这些天来暴瘦的背脊，安慰他：天哪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你？何宇开始哭嚎，然后猛灌自己一大杯酒，接着挥舞着双臂就跑进舞池，给里边的每个人发了一张照片，又跑出来给座位上的人继续发放。我躲在角落里，看到陆石黑着脸接过照片，不禁笑出了声。在座的职员被猛然塞了一大口瓜，还是自家老板的，一时撑到不能自已。什么玩意？我没看错吧？这是陆总吗？想我变态多年，如今终于遇到对手了。你们吃瓜都吃不上热乎的，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陆石和何宇搞到一起了呀。我怎么记得陆总早就结婚了？我趁热打铁，跑到 DJ 旁边调小了歌曲音量后，大喊一声：我见过陆太。何宇是小三。好好的公司团建，突然就变成了吃瓜大会，一时间整个酒吧都知道了陆石是个变态的渣男。陆石终于忍不住站起身，抓住还在发癫的何宇扇了几个大耳光。何宇终于清醒了些，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陆石一脚把他踹翻在地，指着他狠狠说：等我回去再收拾你。我从没见过陆石如此狰狞的表情，就算是以前用酒瓶砸我脑袋的时候，脸上也只是麻木。发生这种事，简直就是把他的脸面扔地上使劲踩。何宇吓坏了，狼狈地坐在地上。怎么说，陆石也是公司负责人，就算再生气，在外人面前装也得装得体。他抚平衣服上的褶皱，板着脸道：这些都是莫须有的事，大家不要听信谣言。说罢，他挺直腰板走了，好像这样就能证明他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可是很快他就被打脸了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陆石的丑闻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火了，内容大致是经常出现在各种公益活动中的陆石，私底下却是个每天出入私人会所玩出人命的渣子。陆石他平时玩得可花了，有照片无偿，想看得来。这条评论下面回复的特别多，我刷得手都酸了，还刷不完。兄弟，我有个朋友说想看看，求照片，还有各种钓鱼的，早就看过了，嘶哈嘶哈。我怀疑陆石的员工是不是就藏在里面。我创了几个小号，挑了一个几十万点赞的视频评论说陆石已有家室，还家暴。热心的网友卧槽，更恶心了！什么烂人、垃圾！看着热度持续上升，我勾了勾唇。我心中已隐约有了猜测，这次丑闻事件是谁的手笔？陆石的竞争对手裴淑玉，那个眼底总是充满阴郁的男人。据说陆石和他有断不浅的渊源，自从陆石接手公司后，两家的明争暗斗从来没停止过。而陆石总是输的那一方。我找到裴淑玉，直截了当地寻求合作，届时我会提供给他一个打压陆石的契机。裴淑玉目光闪了闪，只是深深地看着我，没有明确回应，倒是个十足的体面人。看来之前的酒吧闹事，给他抓住把柄，想要利用舆论造势彻底扳倒陆石。我料陆石也没那个胆子在外面乱搞，他是被污蔑的。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要陆石不顺心，我就顺心了。或许我还能和裴淑玉成为朋友，也说不定。这时，陆石公司官方才不紧不慢地出了声明，还叫嚣着给造谣的人发律师函。我嗤笑一声，
干得过人家吗？就在那下嚷嚷。尽管陆石做出了回应，可网友们吃起瓜来哪管什么3721，有现成的热度都想蹭一蹭。很快，铺天盖地的谩骂席卷了陆石公司邮箱。陆石只得关闭邮箱，闭嘴装鹌鹑。合作商纷纷解约，公司股票一路下滑，偌大的公司顷刻间变得岌岌可危。直到警官把陆石带走做调查，陆石才证实了自己是被陷害的。网友却不买账，那你婚内出轨，包养小三，又作何解释？不得不说，这届网友都太牛，一个下午就把何宇扒了个精光。何宇曾凭借出色的外表在互联网上收割了一批粉丝，而现在却被这些粉丝狠狠唾弃。什么货色呀，还想搞办公室恋情？网上烧不够，还要烧到人家有妇之夫面前去。何宇现生都乱作一团，哪里管得上互联网那些破事，草草把他苦心经营的账号注销了事。他被毒打辱骂，原本为陆石准备的那些工具，现在却被用在他自己身上。他也不想想，要不是因为他没脑子，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何宇跑了，一分钱都没给陆石剩，公司一蹶不振，低价贱卖都没人愿意收购。我每天的乐趣就是看陆石在东倒西歪的空酒瓶子中间抱头痛哭，却在夜晚还是脱光了，可怜巴巴地等着。换谁谁不爽？可当我再次进到他家继续虐待他时，变故却出现了。我刚揪起他的头发扇了一巴掌，他便猛地一把揪掉面罩。借着月色，在他看清我的面容之后，脸上却根本没有丝毫震惊之色。都是你做的，对吗？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所以报复我。呵，我都做得这么明显了，再猜不出来，怕不是傻子。但是看他这一脸波澜不惊，我就来气。还有，什么叫为了引他注意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好吗？是我又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不会才知道是我吧？其实我也没想到效果居然这么好，我也只是动动手指，勾了你的死对头裴淑玉而已啊。陆石脸色骤然一冷，我害他破产事小，他会自动认为这是我在乎他，故意在他面前刷存在感的表现。可勾裴淑玉事就大了，这是把他的尊严踩在脚下狠狠摩擦的节奏，他怎么能允许独属于他的东西被别人染指呢？许望星，你有本事再跟我说一遍！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敢在外面勾三搭四的，你看我不抽死你！我呵呵的冷笑，心寒、悔恨、绝望各种心情杂糅在一起，让我全身止不住地颤抖。那你呢？你背着我和何宇滚在一处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你看看哪个男人不是这样？况且何宇可不像你这个两面三刀的贱女人一样会害人。我忽然感到可悲，为我那痛失的青春，全都可笑地埋葬在这种败类的身上。我怒火攻心，没忍住一脚踹翻他。可笑的是，他因为先前把自己绑在凳子上，只能别扭地在地上蠕动。我还没解气，四处搜刮了一堆瓶瓶罐罐，聚在一起，一股脑奋力扔向陆石。看着在他身上爆裂开来的玻璃碎片和像自来水一般倾泻而下的血液，我顿时坏心尽起。为了不惊扰邻居，我拿了块烂抹布堵在陆石嘴里，双手撑开他淋漓的伤口，又死命按压上去。陆石顿时青筋暴起，喉咙里发出困兽一般的吼叫声。没继续管已经疼到昏死过去的他，我轻轻合上门。在我觉得陆石已经变得无趣，准备就此罢手时，他却突然衣冠楚楚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。他不知道从哪联系上一个企业家访谈，节目里他声泪俱下，控诉着命运对他的不公。
我和我前妻从小就是同学，我当时还只是一个私生子。我前妻家庭条件比较好，这也导致她看不起我，因为我总是穿打补丁的裤子衣服。可是有次我布满油污的衣袖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桌子，她就说到这，陆石貌似回想起了令他悲痛万分的记忆，止不住地哽咽。直到主持人挂在脸上的笑容僵硬到不行，他才又继续娓娓道来。他就叫了一帮人把我拖到仓库毒打。长此以往，我的性格就慢慢变得扭曲。天知道我和他结婚以后过的是什么恶心日子。好一个贼喊捉贼呀！故事能硬生生由他从白的讲成黑的。主持人一脸同情，我就知道他相信了，顿感不妙。此次访谈采用全程同步直播的形式，陆石是最近的话题中心，自带流量，不一会儿直播间人数就破了几十万。我从头到脚刷的一下变凉。这次轮到我被网暴了。虽然网上最缺不了议论，但铺天盖地的谩骂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还是觉得难以忍受。而陆石只凭借一次直播轻轻松松就洗白，甚至大部分人还夸他出轨出得好，说他心善，如果是别人早报警了。我也想报警，这么颠倒黑白的事凭什么嫁祸给我？想我从前还仅凭一人之力单挑过那么多欺负他的人。陆石，你真的够狠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比你更狠。忽然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竟然是他。我看着屏幕上显示的爸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有多少年了？他一次电话都没有打给过我。我眼眶微热，这是知道我出事，所以终于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女儿了吗？我暗暗想着，就凭他一通电话，过往种种的局语都能烟消云散。可当我接通后，我才知道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。许望星，我要和你断绝父女关系。这么多年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离婚我也没说过你什么，你现在居然给我整这死出。你让你弟弟以后怎么出人头地？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？白眼狼！我极力压抑住哽咽，爸，真的不是我没做这些事，我已经很不好受了，您别再说了，行吗？死丫头还敢顶嘴！我今天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我实在忍不住，挂断了电话。委屈、愤怒、悲哀，各种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以为只要我报复了陆石，我这操蛋的生活可以好起来，可现实却给我当头一棒，告诉我不可能。既然如此，不如破罐子破摔，反正我也没什么脸面可言了。想清楚后，我打通裴淑玉的电话。不就是直播洗白吗？谁不会呀？可我从来没有涉及过互联网这个行业，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娱乐方式。我现在无比后悔，大把的时光都被我白白浪费了。裴淑玉显然早就听说了我的事，正帮着我降热度。我道谢过后，问他公司有没有做互联网的员工，愿不愿意借我账号一用，趁这个机会说不定还能涨粉，互利共赢嘛。别说，还真有一个，还是有200多万粉的大网红。他们公司上下最看不惯陆石，有踩他的机会绝不放过。我当面感谢他和裴淑玉，裴淑玉扶住我，阻止我鞠躬。我是想把公司官号给你用，但你拒绝这么多次，还是算了吧。能得此朋友相助，我又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。当然，只有粉丝的支持远远不够，我怎么也得让事情发酵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恰好这时晴雨过来安慰我，他听说了我的事，也愤懑不平。晴雨是我多年同学兼好友，感情很不错。小时候，因为爸妈对我的万般嫌恶，
别的小朋友在兴趣班、特长班挥汗如雨时，我在大街上溜达。而每次我一上街，总能被我碰到一些霸凌事件，我见一个就一个，慢慢的也就养成了喜欢见义勇为的习惯。我都过得这么不幸福了，实在看不得别人比我还惨。晴雨就是我救过众多人中的一员。他给了我一部颇为老旧的智能触屏手机，说我一定用得上。我解锁看了看，激动得恨不得亲他一口。好姐妹，我爱死你了。接下来，好戏才真正开始。我选择星期五晚上8点直播，这个时间段下班的下班，放学的放学，正是娱乐放松的时候。直播开始，一下子涌进1000多人，但在看清是个陌生女人后，都不明所以了起来。什么情况？进错直播间了？这就是冉冉的号啊！被盗号了。我看着评论区一排排的问号，解释道：大家好，我叫许望星，只是借用一下冉冉的账号澄清一些事情，大家不必担心。我去，是最近的瓜里那个总裁前妻。我准备好瓜子了。笑死，夫妻俩掐架掐个没完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开始带货了？我只是恳请大家多多转发，对于那些质疑的声音不做答复，不急。人数见涨，然后卡在5万左右僵持不下。我号召大家点点小红心，还有人送上了礼物，一个名叫玉的人是榜一。榜一大哥好大气，但是你看清楚，这不是冉冉哦。评论区被这个玉的手笔震惊到。玉，我知道。我了然的笑笑，现在的人数已经飙到了10万加，到时候了。我清了清嗓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想必大家已经都知道我是谁了。我今天直播的目的是澄清一些关于我的谣言。画面一转，镜头对向了电脑屏幕。视频里，一个穿着校服的男生被一帮混混围着殴打，他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处是完整的。狼狈的躲闪时，镜头终于拍清了他的面容，赫然是稍显稚嫩的陆石。镜头一闪，一个扎辫子的女孩冲进人群，手里还拿着一根长棍，冲着那些人不住地挥舞。那些混混表情很不屑，但是显然因为他的到来丧失了继续的兴致，对着地上的人影唾了几口后走了。女孩扶起陆石，朝着镜头走来，她抬起头，这不就是许望星吗？到这还没结束，这是由好几段视频拼凑出来的合集。陆石没再出现过，反而是许望星一直在，那个扎着辫子的义无反顾的救人的背影。看到1/2处时，我晃了一下眼，仿佛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阴郁的面孔。我摇摇头，应该是看错了。视频的末尾，居然是我从前救过的一部分人制作的对我的感谢视频。成年后的他们都焕发着活力，那么自信，生机勃勃，全然没有学生时代那副怯懦的模样。我看着为首的晴雨，不禁湿了眼眶。原来在我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他居然一次又一次在默默地帮我记录下来这一切吗？我宣布，这是我今年吃过反转最多的瓜，一直都有后续的感觉，真爽。我原本认为陆石只是个油腻猥琐男，谁知道他一直突破自己，现在又解锁了绿茶下头谎话精人设。说真的，他一个大男人还哭唧唧，我就难受的要死。这种人还能当总裁？他不被霸凌，谁被霸凌啊？评论区骂声一片，骂什么的都有。我怕直播间被封，赶紧出声打断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和陆石夫妻一场，也不想闹得这么难看。可我这个人有原则，别人恶意污蔑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占用了公共资源。我跟大家道个歉，对不起。想必大家对事情也有了自己的看法，我们都是普通百姓，
还请大家当个饭后谈资乐，喝乐呵就好，不必再过多关注。祝大家的生活都幸福美满，谢谢大家。伴随着评论区一顺的好评和支持，我微笑着关闭了直播。陆石，现在你又作何感想呢？裴淑玉告诉我，陆石的公司彻底倒闭了，还欠了一堆债，现在他人估计也逃之夭夭了。怪不得我最近在隔壁没听见任何声响，原来是跑了呀。倒是门外总是叮叮当当的，我透过猫眼看，几个凶神恶煞的人堵在陆石家门口，想必是追债的。他家的门被泼上了红油漆，楼道顶灯一打，看着还怪瘆人的。我是时候该搬走了。裴淑玉有几套不错的公寓，说要免费给我住。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和那个人纠缠到现在，我想我也该从那段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了。我告诉他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需要认真想一想。相处的久了，裴淑玉也没有初见时那么阴郁了，面对我时眼底有一抹化不开的春风柔和。他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，郑重道：等你多久我都愿意。我一宿没睡，翻来覆去，脑海里全是裴淑玉面对着我时透着薄红的耳朵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个熊猫眼就开始收拾行李，还没忘把墙眼堵上。可能老天爷比较注重仪式感，每当我即将走向幸福时，他就会再次把我拉回原地，让我重新出发。何宇回来了。站在我家门口的不只是何宇，还有一个身穿警服的人，但是他还没进门，眼神就开始往屋里四处乱瞟，给人一种我要干坏事的错觉。我正愣在原地，何宇开口道：怎么？警官来了还不请进去坐坐？我连忙侧身让道。何宇还不依不饶，这就傻了。看来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过得也不怎么样嘛，黑眼圈都耷拉到地上去了。怪不得陆石逼你离婚，谁能忍受有个老巫婆媳妇？我自动忽视他的挖苦，没必要因为这种人的一两句话而生气，语气平和地问道：何宇，你不是跑了吗？是啊，何宇嘲讽地看向我的肚子，谁能想到我居然怀孕了呢？我回不回来没关系，但总不能让我儿子没爹吧。霎时间，我的耳朵嗡的一声，当场石化，她居然怀孕了。凭什么何宇能随随便便就怀上陆石那个人渣的孩子？可我这辈子都不能再体会为人母的幸福。何宇看着我面色惨白，还以为是我因为不能给陆石生孩子而被他打击到了，满脸得逞的笑。你可别一副惨样了，谁有心思看你眼呢？等着一会儿有你哭的。说罢，他给一旁沉默不语的警官使了个眼色。那位民警撇开我，直接向卧室冲去，我还没来得及阻拦，他就出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袋东西。我恼火道：慢着，就算是警官也不能这样随便私闯民宅吧。而那警官压根不理我，只顾着鼓捣那个塑料袋。我看着他从里边掏出来的东西，不禁变了脸色。许望星，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？我低头，散落一地的工具直直刺痛了我的双眼。许望星，你私闯别人家，还故意虐待主人，现在要将你拘留处理。警官冰冷不带一丝情感的声音唤回了我的理智。呵，许望星，趁我现在还没有告你，赔我800万损失费，我们就两清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终于听明白了，合着这是要钱来了。何宇怀了孕没办法，自己跑回来了。知道公司破产后，陆石告诉他我曾进门虐待过他，这就上门要钱，又能还债又能报复我，好一个一石二鸟，怎么可能让他得逞？
就凭你从我家找出来这种东西，你就能证明我进你家虐待陆石？这就是我自己用的，怎么着吧？当然没那么简单，但是我们不妨拿去验一验。反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检测出几个人碰过的痕迹，应该没那么困难吧？我气急了，死死瞪着他，就快要把他盯出来一个洞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钱给我拿出来，否则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何宇边笑道，眼里淬着的快意有如实质，几乎要把我刺穿。我看该自求多福的是你。门口突然出现的身影心长匀称，带着春天的温暖气息，偏偏望向何宇的眼神又变得阴郁可怖。裴淑玉身后跟着2名警官，一出场就亮了亮警证，又打量了一眼何宇身后的警官，这才道：“请问谁是何女士？”这下轮到何宇懵逼了，鹌鹑似的举手道：“我是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，侵犯他人隐私权，现请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。”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什么时候进别人家了？何宇忽然疯狂起来，张牙舞爪的就要把2位警官推出门外去，真是把泼妇骂街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其中一位民警3下5除2就把他制服在地，何宇哼哼唧唧，这才消停。我蹲下来和他对视，再加一条袭击民警罪。眼见他又要发疯，我只得把手机伸到他面前。画面里何宇鬼鬼祟祟把东西藏到我床下，他带来的假民警守在门口望风。看清楚，下次栽赃别人的时候长点脑子，别人家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都不知道，还想陷害谁呀？何宇又傻了，看他的表情，应该是没想到我会有针孔摄像头这种东西。不然呢？这小区楼道又没有装监控，可不得我自己装。不把他骗到，那我的钥匙不就白放在门框上了吗？何宇被带走了，连同他的同伙，那个居然敢假冒民警的家伙，但却因为没有对我产生实质性伤害，拘了10天就被放出来了。后来听说陆石还是被抓到了，毕竟有了孩子，便是有了软肋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这种人居然还会有顾虑。因为还不上债，就被迫送去私人会所打工还债，专门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。我怕他又耍什么歪心思，经常会去那里看他。裴淑玉不想脏了我的眼，就派人去特意关照他。而何宇生下孩子后，陆石态度强硬，非要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是白纸黑字，100%否定亲生关系。陆石了然地笑笑，抓着何宇一起打工去了。而我又低价收回了陆石的公司，改名为玉兴，挂名在裴淑玉公司下。而我作为最大的股东，一改从前的米虫生活，加入到朝9晚5的上班族生活中。从底层做起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改变了同事们最初对我的蔑视不屑的态度。我用自己的实力证明，不是所有走后门的都是混子。我和裴淑玉领证了，婚后的第2年，我有了我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1个孩子。裴淑玉把他扔给爷爷奶奶照顾，美其名曰不能让他打扰我们的2人世界。那我能同意吗？但对上他眼巴巴看着我的样子，只能口头上答应他。在一次偷偷跑去看我女儿的时候，我惊讶地发现她会说话了，但只会叫爸爸、爷爷、奶奶。我看着明显跟他爸更亲近的女儿，陷入了沉思。裴之玉蹑手蹑脚地摸过来，把下巴搭在我肩上来回蹭着，轻声道：“我就是不想你太辛苦，爸妈照顾我不太放心，就偶尔过来看看。”我推了推他，发现推不动，只能就这样腻歪着。
恰好这时，阳光缠绕在身上，给予我斑斓熹微的光。来时的灰暗晦涩，霎时间犹如过往云烟般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春风拂面，晴云盛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